IntelliJ 智能的 Java 语言集成开发环境。个人认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快速定位文件的导航，以及撰写代码时各种智能的编辑功能。熟练的使用将可以从技巧层面提升开发速度，并且它也是目前业界公认最好的 Java 开发工具。欢迎来到伽马瑞软体工作室，你好，我是 Richard。这次的 IntelliJ 介绍将会从初始的下载、安装、配置，然后着重在编码与导航的功能说明与快捷键上。而除了 Java 语言的开发以外，C2 同源的 PyCharm 与 Android Studio 大部分的功能也同样适用。如果你有在开发 Python 或 Android， 这部影片也同样可以帮助你快速熟悉这两个语言的 IDE 功能。安装的部分，打开浏览器，搜寻 IntelliJ， 列表官方网站的 Download， 选择右边社区版本下载。此时我下载的版本号是 2020.3.1， 下载完成后安装，安装完成后启动。第一次启动会问你要不要汇入 IDE 的配置，这次要从头开始，所以选择不要汇入。进入到这个画面后，在 Customize 可以选择颜色风格，个人是喜欢暗色调，所以先不跟动这边的设定。回到 Project 选单，很快的先建立一个 Java 专案，名称叫 IntelliJ SE。 进入专案后，快捷键 Command 加逗号，打开设定选单。第一项更改的配置是编辑器的外观，在外观与行为、外观、背景图片，我会先选择一张喜欢的图片当做编辑器的背景。这个配置可以让你在开发时保持愉快的心情，良好的情绪状态也是提升开发速度的重要因素。完成后，建立一个 Java 格式的档案，可以看见编辑器的背景已经变更。第二项要配置的是编辑器的文字，在编辑字体，我通常会调整成文字大小18，间距 0.8， 然后再选个顺眼的文字风格。第三项会调整常用的快捷键，选择 Keymap。 个人使用的快捷键设定通常会再建立一份副本，然后以我的名称加 IDE 命名。通常会调整的地方有5个部分。第一个是增加文字大小，设定成 Option 加点。第二个是减少文字大小，设定成 Option 加逗号。因为编辑器常用的文字大小调整功能Command 加加与 Command 加减在 IntelliJ 中已经有其他功能使用了，而该设定预设是空，所以添加。第三个是重新命名的部分 Shift 加 F6， 个人觉得不太好按，所以改成 Command 加 Option 加数字6。第四个是关闭所有分页的功能，我设成跟浏览器一样 Command 加 Shift 加 W。第五个是切换终端机的选单，某次版本更替时，我发现这个预设更动了。我比较喜欢旧版本的键位 Command 加0，但这边已经被使用了，所以调整成 Option 加0。配置的最后一项是在下方的图组选单，点击这个漏斗 Edit Filter， 新增一个个人使用的格式。格式的范本可以直接模仿预设的范例，将中间的图度改掉。完成设定后，在程式码中增加刚才设定的注解，客制化的格式已经像图度注解一样被标示出来，而且下方的图度列表也可以帮助你快速定位到注解的位置。完成常用的 IDE 设定以后，再进入到编码部分。第一个介绍功能叫 Live Template， 输入 PSVN 加 Tab， 自动补全成一个面方法，输入 SOOT 加 Tab，自动补全成一个 system.out.print 的打印。接着建立一个阵列 iter 加 tab 或者 iter 加 tab， 自动补全成两种格式的复回圈。使用缩写加上 tab， 操作方法非常相似于前端开发常用的 Emacs 工具，简单的缩写就完成一个 Hello World 程式，输入字串的次数甚至还比缩写的字数多。其他的 Live Template 写法可以打开设定到 Editor Live Template Java
查找预设的模板，而你也可以自己客制化一个属于你的模板，例如一个气泡排序或者快速排序的演算法。这部分我也还没深入研究，有机会会再跟大家介绍。第二个介绍的功能是程式码以行为单位的编辑 ，Command 加 D 复制该行文字 ，Command 加 Shift 方向键上或下移动位置 ，Command 加斜线注解该行程式 ，Command 加 Option 加斜线注解选取区块 ，Command 加推格键删除整行文字。若觉得单行的编辑速度还是很慢，可以使用 Option 键两按两下。方向键上或方向键下可以拓展多个游标区块，如此就能一次编辑多行文字。第三个是程式码以区块为单位的编辑 ，Option 加方向键上选择当前的变数，再按一次可以选择更多。要减少选择的区块则反向 ，Option 加方向键下。选取之后就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例如 Command 加 Shift 加 U 更改代号写。Shift 加 F6 重新命名变数，或者是 Command 加 C 复制。而延伸复制功能还有一个复制缓冲区 ，Command 加 Shift 加 V 可以打开最近复制过的文字，使用上下键或者数字键就可以贴上。这一套组合的核心就是区块选取功能，也是我最喜欢的功能之一，因为它可以很精准的帮我定位变数。而在 Vim 的编辑器中，还有一种更精准的定位与选择方法，之后会再专门介绍。第四个自动补全功能，输入一个尚未 import 的变数 ，Option 加 Enter 自动补全缺少的类别。新增一个 POJO 类别，完成变数的命名以后 ，Ctrl 加 Enter， 依据选单可以自动生成 Constructor 建构方法 ，getAndSet 存取方法 ，ToString 转换字串方法。前面两个在进行物件导向开发设计时会常常使用到，而 ToString 最常使用的地方是在除错或者日志打印，可以用来确认当前物件的内容。第五个自动排版的功能，当完成了一段程式码的撰写，编辑的最后 Command 加 Option 加 L 可以将程式码进行格式化的排版 ，Ctrl 加 Option 加 O 可以将未使用到的 import 移除。然后就可以使用 Ctrl 加 Shift 加 R 或者 Ctrl 加 R 执行程式，能够快速的编辑程式，那么最好也可以快速的找到程式。导航功能不仅可以快速的开启目标档案，还可以快速定位程式码的位置。首先开启目标档案，我常用的有4种方式。第一种，专案绝对位置 ，Command 加1开启侧边栏目录。如果档案名称太长，可以使用 Command 加 Shift 加方向键左或方向键右调整侧边栏的宽度。方向键选择后 Enter 开启档案，再按一次 Command 加1就可以关闭侧边栏。第二种，专案相对位置。如果你知道目标档案的相对位置的话，可以使用 Command 加方向键上，在档案列上使用方向键查找 Enter 开启目标档案。第三种，查找功能。如果你不是很确定档案在什么位置上， Command 加 Shift 加 O 可以依据档案名称查找，方向键上或方向键下选择 Enter 开启档案。而在画面上总共有5个分页标签，左侧的 Classes 快捷键 Command 加 O 只针对 Java 类别的档案查找，右侧的 Symbols 快捷键 Command 加 Option 加 O 可以依据内部的变数名称查找，最左侧的 O 与最右侧的 Action 分别是不管分类全部查找，快捷键 Shift 2下，与 IDE 功能动作 Command 加 Shift 加 A。忘记快捷键的话，可以使用这个执行。之后开启了分页，就可以像浏览器一样，使用 Command 加 Shift 方向键左或方向键右移动 ，Command 加 W 关掉分页 ，Command 加 Shift 加 W 关掉全部分页。第四种，最近开启的文件记录 ，Command 加1，先前被关闭的分页可以在这个列表找到。开启目标档案后，再来就是要定位程式码的位置，这边有3个工具栏可以使用。第一个 Command 加7，开启类别结构的侧边栏，使用方向键选择目标方法。第二个，使用书签的功能，预先在目标程式码 F3 添加书签。
或者 Option 加 Shift 加 F 添加到喜好列表。Command 加2这边的 Favorites 可以看到刚才添加的所有位置，使用方向键上或方向键下定位到目标。这个功能在出错时追踪疯狂耦合程式码非常好用，可以避免在专案中迷路，进而降低写扣写到怀疑人生的几率。第三个就是配置时使用的 To Do 列表。下方这边栏的部分 Command 加 Shift 加方向键上与方向键下同样可以调整列表的高度。这边栏的部分我比较常用的还有两个 Command 加4执行结果，以及 Option 加0中断机。中断机是另外一个很好用的工具，它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，甚至可以用不同的软体直接开启档案。之后有机会的话会再特别介绍。以上只是概略的介绍我平常开发时会使用到的功能，更多官方的快捷键可以打开顶部的选单 Help Keymat Reference， 这个是官方提供的快捷键大全， Windows 与 Mac 都有。如果都是英文看不太懂的话，我这里有一份过去整理测试过的清单，有些跟系统冲突的按键会特别写在标注栏。当然今天说明过的快捷功能都有整理在 GitLab 的文件中，我觉得 Java 的开发知道这些就已经绰绰有余。而 IntelliJ 我通常还会安装 IDEA Bin 的插件，搭配 Bin 的编辑指令，又可以再让开发时的速度向上提升一个档次。这部分下一篇章会继续的介绍，谢谢大家。